本视频是由良心无节操的每日语音公众号小白测评赞助播出。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我是王炯，今天又和大家见面了这期视频呢，大家听的这个声音在开场的时候可能稍微差一些是没带麦克今天我们是来到了一个武汉的小米之家，然后由于小米 Note 2和小米比较关注的这个 Mix 手机呢还没有上市，所以说小白是来到这个小米之家呢，给大家在这个店里面做一个简单的小体验这个视频呢可能比较简单，后期如果小白比较顺利的去抢到了这个 Note 2和这 Mix 呢，再在工作室专门给大家做视频这次的发布会呢可以说是非常有意外就是这个 Mix 手机，小米 Note 2呢本来是主角，还请了我男神梁朝伟代言但是呢没想到最后杀出来一个大招是 Mix 是吧？这期视频呢咱们先跟大家聊一下小米 Note 2这台手机呢在开始的时候呢就炒得非常热一直有各种这个曝光图，这个曲面设计到了2000元档位能给大家呈现一个什么品质呢？咱们一起来看看小米 Note 2。这视频呢全部是我后期配音因为这个店内呢人还是非常多这个声音特别嘈杂。首先呢我体验的是这个黑色版本，上面这个指纹大家也已经看到了首先上手呢，大家最关注的就是这个曲面了侧面来看呢，特别像 Note 7，这个连他们店员自己都这么认为整个手机握持呢，这个手感呢还是不错的。屏幕上呢，这次非常遗憾的就是没有采用 2K 的屏幕这个呢，在这个公众号后台这个吐槽里面呢，我也都看到了整个5.7寸呢拿在手里呢特别大，按键的部分呢，体验上还是不错的，相对小米之前的手机，尤其是5S 和5系列是好了太多了。虽然采用了曲面屏，但是针对侧边呢，小米呢也并没有什么做特别的优化。最关注的就是屏幕到底取不取这个问题呢，我也是详细的看了一下相对于 vivo 的 X5 Play 呢，内部的屏幕呢，小米做的呢还是曲面更多一些但是呢，跟你的预期可能还是稍微有一点的差距，相对于三星的 Note 7或者是 S7 Edge 呢，还是有不少差距的。但是呢，这个价格毕竟摆在这儿了，是2000多元的机器，对吧？整个手机的上额头呢，是非常传统的设计，但是呢，有一个小的指示灯在它这个听筒的左边。黑色版本，我个人感觉呢，整体感呢还是非常强的。当然，这个我个人可能更喜欢黑色一些我手上体验的这台呢是2799的这个版本，整个手机拿在手里呢，这个感觉上还是非常薄的，因为毕竟是一个双曲面的设计，在侧边上呢，让你感觉这个厚度呢非常小。摄像头呢微微的凸起，这次还有一个比较遗憾的地方呢，就是并没有光学防抖，它是采用了这个电子防抖，也是之所以把这个摄像模组呢做的这么薄的原因。手机顶部呢，因为小米毕竟有电视这条产品线嘛，所以说红外功能呢也是少不了的。我在现场呢简单体验了一下相机，我左手边呢是 iPhone 7，两台手机呢从取景框上来看呢，这个颜色上 Note 2呢是稍微偏暖一些，这个实拍的样张呢对比一下呢也是 Note 2呢稍微偏暖一点点，但是整体的亮度和素质呢还都是挺不错的。在 HDR 全部自动的情况下呢，两者在快门速度上呢也都差不多，速度都非常快。金属中框的质感呢，相对于 Note 7呢，磨砂呢稍微粗那么一点屏幕方面，视觉上曲面的冲击力呢，如果你现实拿到机呢，感觉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强烈并没有三星的机器呢这个曲面来的那么猛烈当然这还是再说一句，这个价格毕竟在这儿呢，是吧？现场的这个展示机呢是并不能体验这个指纹识别的所以说这一步呢就暂时忽略了。后边小白自己买到机器之后呢，再在工作室给大家做这个详细的体验。由于前后都是玻璃，所以说这个指纹呢肯定是难免的大家这个稍微忍耐一下。也不得不说这次的小米 Note 2呢，整机的质感呢还是挺不错的。整个 Home 键的质感呢，按起来呢也不错相对于这个小米 5S 没有加超声波指纹识别，真是万幸，因为它的那个体验真的不怎么样。由于手机的摄像头呢做的并不是特别凸起，所以说整机在侧面看来说呢，整体感呢也非常的强。底部设计呢则非常传统了两个天线开槽当然这个哪边是麦克风哪边是扬声器还不太清楚整个机身的中框上呢一共有4个开槽，底下2个，左右上边呢各一个当时在发布会的时候呢，我比较质疑就是它边角处这个圆滑的过渡，但是在现场体验来说呢，在这个4角的过渡上呢，还是非常不错的。
当然，相对于三星的旗舰来说呢，它还是柱状的这种曲面，相对于Note 7那种球状曲面呢，还是稍微差一点意思啊。不过在曲面与中框的处理上呢，这个工艺还是非常到位，比较严丝合缝，这一点呢值得点赞。因为大家可以想一下这个 S6 Edge 那个时代啊，它的那个呢虽然也是柱状的曲面，但是这个边框呢会有缝隙啊，而且公差上呢会比较大。整个手机拿在手里呢，感觉并不厚重啊。拿在手里呢，尤其是这个黑色，整体感还是非常强的。但是后边啊，这个圆形的摄像头呢，我个人不太喜欢。我觉得像 Note 7那样做成一个圆角矩形，可能会更好看一些吧。当然，这个是个人喜好。整个手机把玩一会儿呢，个人觉得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大啊。5.7寸嘛，握在手里呢，一会儿有一些累。当然，这个屏幕上呢也会更大一些。这次小米 Note 2用的是 MX318这个传感器，没错，是和锤子的 M1L 一样啊。整个的调教上呢，个人感觉相对于锤子 M1L 呢，反应速度更快一些。在手动的反差对焦上呢，现场体验与 iPhone 7呢基本上是差不多的啊。对于相机的调教呢，对之前的小米5啊，再到这个小米5S 啊，个人感觉这个成像质量呢还都是不错的。这个也有相关的视频，大家可以去咱们频道里边去翻看一下啊。小米 Note 2的相机呢，如果是做一个非常好的传承延续啊，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OK， 又到了喜闻乐见的掉粉时间了。没有赞助商，咱们就给自己打个小广告啊！如果你觉得每一期10-20分钟的视频不过瘾，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小白测评”。好吧，我知道这个名字直白且土气啊，但是却干货满满。不仅能在此直接收看近期的所有视频，小白我每天跟你语音聊天，新鲜的科技圈资讯，精彩的幕后花絮，这些都是少不了的。打开微信，直接搜索“小白测评”，或者扫描视频中频繁闪现的二维码，你的关注就是我的动力。每天我在那等你，期待加入。下边呢又体验了一下这次在发布会上着重说的冰川银版本啊，整个这个版本呢非常的亮啊，像一个镜子。整个手机的颜色呢泛着一点淡淡的蓝色，与黑色对比呢，确实科技感可能更强一些啊，更有一些极客范儿。这台冰川银呢还是一台高配版本啊，这个3299啊，整个手机拿起来感觉呢，尤其在下面来看啊，跟这个三星的手机实在是太像了啊。当然这个都是曲面屏的设计嘛。这个冰川银版本呢确实是非常的闪亮啊，而且它能把你的环境颜色呢反射到它这个镜面上面。两个手机拿在一起呢，这个风格上呢差异还是非常大的，这个就看你喜欢哪一个吧。我个人来说还是更推荐黑色一些，这个整体感可能更强，隐藏了一些这个传感器开口是吧。这个银色版本呢更闪耀更酷一些，但是呢也有一个小点，就是这个天线白带了，它没有像黑色一样给这个同步成边框的颜色，而是直接用的这个白条。如果给渲染成一个灰色呢，整体感呢可能更强一些。两台手机都简单把玩一下呢，还是这个屏幕上啊有一些小遗憾啊，整体这个颗粒感呢稍微还是强了一些，毕竟这个5.7寸的大屏呢还是1080p 啊，如果你离近了仔细看呢，相信你在视频上也能看得到啊，这个颗粒感呢还是挺明显的。OK， 简单上手之后呢，还是瑕不掩瑜吧。这个整体来说呢，小米无论是这个品控做工呢，还是技术上呢，都有了一个突破。虽然这个技术用的是别人的是吧？但是呢，也不是别的厂商随随便便就敢玩的啊。这个大面积量产的话呢，这个成本还是非常高的。至于这个曲面屏幕呢，多少还是有一些小遗憾啊。它这个屏幕内部的曲面呢，做的还是比较少的。如果稍微做的多一些呢，整体呢可能会更酷一些。我刚开始体验的时候呢，旁边就有一位米粉朋友啊，现场呢下了一个安兔兔3299 821高配版的冰川银，怎么就跑这个分呢？难道是这个店里面人玩的太多了吗？OK， 刚才呢带大家简单的先体验了一下这个小米的 Note 2啊，这个整个这款手机来说呢，品质感呢还是非常不错的，而且做的非常像 Note 7啊。虽然这个 Note 7已经停产了，尤其是它这个边角处的过渡，一开始在这个发布会上的时候呢，我以为它是比较像这个第一代的这个 S6 Edge 的那个比较初期的这个曲面屏的设计，但是这个边角的过渡呢，可以说已经达到了这个S7 Edge 的这个水平。但是唯一一点我比较失望的呢，就是它在这个发布会上特别强调它屏幕也做曲了，但其实呢，它整个这个屏幕的曲子可以说是非常窄啊。刚才呢，在这个视频中也跟大家说了，只不过是这个玻璃的弧度呢可能更大一些。如果有机会呢，你实际看一眼这款手机就明白了。
今天呢只是一个店内的简单体验啊，回头小白这个自己买到这款手机之后呢，再专门给大家做这个相关的视频啊。好了，本期视频呢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欢迎大家关注我的新浪微博小白 MTS。除了这个视频呢，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家扫码关注就可以了。小白测评，每日新鲜资讯，每日语音，每天在那跟你聊天，每晚开车，不见不散。And the world's gonna know your name. Cause you burn with the brightest flame. And the world's gonna know your name. OK， 刚才呢是从这个小米之家出来啊，这个里边确实太乱了，还有这期视频的这个声音，大家听着可能稍微差一些啊，在这儿跟这个大家说一抱歉。整个这商场环境，而且呢，这个也是我以为这个武汉小米之家这边没有机器呢，我是在这边买东西，然后突然看到了有这机器，所以说就给大家做这个体验视频啊，不太好意思，这个声音上可能稍微差了一些。整个这个小米 Note 2来说呢，我个人感觉整个这个体验上啊，确实不错，但是呢，也比较符合它这个售价。这个价格上呢，除了它这个曲面屏啊，就是双曲面的设计之外呢，别的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亮点。还有呢，就是这个曲面呢，确实是屏幕呢没有那么曲，就是整个的这个过渡的弧度呢非常小啊。如果你真正拿到这个实机之后体验一下呢，你就应该知道了。还有最重要的就是之前啊，我那个武汉小米之家是搬了一次家，就是它之前是在光谷那个地方，就是另外一个地方，然后这次呢是搬到这个万达里面，而且我发现自从搬家了之后，它这个整个的服务呢，服务人员会好了很多啊。还有就是我也必须要批评一下我自己啊，这个本来就是在人家店里面录一段视频啊，然后不买机器，不，当然这机器也没得卖是吧？如果有的卖，我肯定买了。这个也不是太好啊，这个说句抱歉。在上一个地方那个小米之家呢，是遭遇过这个类似这个白眼的情况啊。然后当时这个店里面呢，也是在做这个小米那块的这个直播，然后还把这个现场我们录制视频的这段过程给直播下来啊。估计有武汉的这个小伙伴可能有人看到了。OK， 这期视频呢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整个视频的状态呢可能是比较随机的，这个质量上呢稍微差了一些，说句抱歉。